他们去找了4000多个这个糖尿病前期的病补充的这一组，它3年后得到糖尿病的绝对风险是可以下降3.3%。第一个就是 B12，糖尿病的病人其实常常使用这个 metformin 双胍类的药物，那因为它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呢就是它比较不会造成低血糖，接下来它比较不会让你的体重上升，但是它有几个副作用，第一个就是有些人会肠胃不舒服，再来就是比较容易有一个乳酸中毒，接着就是我们要谈的 B12会不足。那 B12不足的症状其实就跟这个谈恋爱很像，首先会造成这个造血系统的问题，头晕啊、心悸啊，然后觉得很疲倦。接着就是神经系统他觉得手脚麻，或是很抑郁，或是很易怒啦。那最后则是这个舌胃黏膜的问题舌头一伸出来发现很白或是他的肠胃系统容易发炎，是不是很像谈恋爱一样，不想吃东西啊，又手脚麻等等的。那我们一般如果 B12不足，可能有一些神经学的症状。那接着呢，就是有可能是有一些贫血的现象。那贫血症状后面补充 B12可以矫正，但是神经学症状有时候拖太久就未必可以矫正回来。2022年糖尿病跟代谢症候群的杂志就发现说，这些吃美肤病的病人建议他们补充一点 B12，一方面是预防，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治疗这些 B12不足所造成的这种神经病变。那另外在2022年这个英国营养学研究也发现一件事，就是其实 B12跟妊娠糖尿病有关联。那他们的研究是觉得第一孕期，也就是前12周大概没什么关联，但是到了第2、第3孕期就有关联跟这种没有妊娠糖尿病的病人比起来，他们的这个 B12明显是比较低。那这个 B12比较低会增加妊娠糖尿病的风险，尤其这个影响在亚洲人特别严重，所以如果你家的孩子啊、孙子啊、媳妇啊等等要怀孕，你就要特别注意了。但是 B12也不要补充太多妈妈维生素 B12 浓度太高，其实会增加小孩得到自闭症的风险，增加3、4倍。那如果你很积极B9、B12这个叶酸全部都补充，小孩子得到这个自闭症的风险则有可能上升到17.6倍左右。那所以孕妇一天到底要补充多少 B12？我们建议大概可以补充2.6微克左右。那如果你很不放心，那我们就是从饮食来补充，比如说吃一些青鱼啊、秋刀鱼、虾子，或是我们可以吃一点鸡蛋、牛奶。那吃素的朋友不用担心可以吃点紫菜或海带，但是这有可能摄取的效率没有很好所以吃素的其实可以吃一点维他命 B12或是吃一些酵母粉等等。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第2个就是 B1。那 B1 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停车的地方。好了，它其实是糖尿病的一个重要的辅因子。有一些研究发现说，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它在 B1 相关的这些因子检验起来都会比较低，所以推测糖尿病的病人他可能需要比较多的 B1。那我们建议一天大概可以补充1.2毫克左右。B1 的部分其实对于糖尿病它的研究还是没有到非常的大所以可以给大家参考。那下一个要讲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维他命 C 那在2022年一样是刚刚这本糖尿病跟代谢症候群杂志去做一些系统性回顾，找1447个病人，那就发现说他们如果有补充维他命 C 它有3个数值可以下降。第一个就是它的空腹血糖，接下来是空腹胰岛素，最后则是它的糖化血色素。那糖化血色素的下降还跟剂量有关，也就是说维他命 C 吃比较多可以下降的比较多。那你会问我说高医师胰岛素阻抗怎么样？这个研究发现一般的剂量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剂量吃多一点，一天吃到1000毫克就有影响。这个研究它是认为说，如果一天吃1000毫克，连续吃12周，其实对这个胰岛素阻抗是有帮助。那你问我说，一天吃1000毫克是不是太多？基本上大部分的大人是没有问题，但如果是你家的金孙6岁以下这个剂量对他来说就太多。那维他命 C 对我们的牙龈这种容易出血，或者是我们的伤口难以愈合，可能有一些帮助。那你问我说要吃什么维他命 C， 推荐你维他命 C 3宝、芭乐、甜椒、奇异果。那我们注意这个水果还是一天不要吃超过2份以上。那如果你是有在验血糖，要注意你用的试纸。如果你用一个试纸叫做 GHDPQQ 葡萄糖脱氢酶匹克奎林醌，哇，听起来像一个咒语。总而言之，如果用这种试纸，你吃了之后，有可能你的这个血糖它会变得比较高，所以要注意你的试纸。
那最后我们就要来讲一个大家最期待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维他命 D。那其实我们都知道维他命 D 的缺乏跟一些疾病，就像骨折啊、骨质疏松啊，甚至心血管疾病、结肠癌、不孕、忧郁、贫血、过敏、细菌感染等等的风险都有一些关联性。那在2023年这个内科医学年鉴美国的杂志，他们就做了一个系统性的回顾，他们去找了4000多个这个糖尿病前期的病人。什么是前期？大家再复习一下，看看你是不是糖尿病前期，就包含空腹血糖100到125，糖化血色素已经从5.7来到了6.4，以及我们口服的这个葡萄糖吃进去之后，过2个小时测试它是140到199，那扣除掉孕妇啊、哺乳的这些都不算。我发现说，其实有补充维他命 D 的这一组，它3年后得到糖尿病的绝对风险是可以下降3.3%。那另外，如果它维生素 D 的水平比较高，有高到大概125 nanometer 的时候，跟这个50到74 nanometer 比起来，它3年得到糖尿病的绝对风险则是下降18.1%。那另外，它的这个血糖恢复到正常值的这个比率则是有30%。那我们会想说，吃这么多维他命 C 会不会怎么样？这个研究它有去看这些人吃维他命 C 会不会比较容易肾结石啊、高血钙啊、高尿钙等等，发现是没有什么差异。但是这个量真的很多啦，一天要吃到4000 IU， 其实远高过我们现在可能大家听到的1000到1200 IU 等等。问题就来了，我们维他命 D 到底有没有不足？其实根据研究发现，有一种维他命 D 很容易不足，叫做什么？叫做台湾人因为我们的食物里面没有维他命 D， 所以台湾人其实有60%都有严重的维他命 D 不足那只有2%的民众达标，很少可能根本不到1个县市。为什么维他命 D 这么少？你说我都有在吃鲑鱼啊，因为好的鲑鱼都被北极熊吃光光了。北极熊吃的鲑鱼每100克里面大概有800 IU， 那我们吃的鲑鱼只有100 IU。那问题简单养一只北极熊，开什么玩笑？你说那我吃鸡蛋，鸡蛋一天要吃几颗？可能要吃40颗吃到你都变成咸蛋超人。那像维他命 D 到底要怎么补充？有一个方法很简单。就是我们可以在早上的大概10点到下午的3点，我们去外面晒个太阳。那晒太阳，我们自然而然就会产生维他命 D。但是要注意你如果晒太久、晒太多，其实也会增加这个皮肤癌的风险。那怎么样知道你有没有皮肤癌呢？你是不是突然长一些不明的斑块啊，或者是你的痣突然变很大啊？别人都说，你是不是去点痣？你说我才没有，哇，那就危险。为什么维他命 D 这么厉害？有些研究觉得说，它跟这个胰岛素的合成是有关系。我发现，在动物如果缺维他命 D， 这个胰岛素的合成跟分泌就减少。一给它补充维他命 D， 它就又上升。那这个机转是什么？它有可能跟我们身体在某几个地方也有维他命 D 啦，比如说我们在肌肉啊、肝脏啊、脂肪细胞有这些维他命 D 的受体。所以维他命 D 如果变比较多，有可能就可以透过这些路径间接的来影响到胰岛素。好，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不晓得你觉得最想要从哪一个开始补充呢？请在底下跟我们留言分享。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每周6晚上7点，不要一直说，我们下次见，拜拜。